期望啊，对不对？对特定性别有期望，但对另外一个性别的期望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高一些啊。那这些会不会再都回到我们的学生身上啊，去看到说他怎么去影响自己啊？所以这个部分是今天我想在上午这个时间哈，在教育部所开的这些课程里头哈，其实还有谈到了一个生涯发展与性别因素。那主要的目的是看说不同性别的人他在生涯发展里头到底是不是因为性别然后那个发展就不一样。就像道德发展理论，然后早期在讲 Kohlberg 的理论，好，那很多人后来认为说，其实基本上他比较用男性的角度去看。所以后来居里根才提了另外一个理论，会把女性的一些特性哈，比如说她可能是不是特别强调关系啦哈等等的因素加进去。那当然都会一直有一个争论是说，这是社会化的过程还是与生俱来的差异？像刚刚那个角色的选择，我想大部分老师可能会同意说，这可能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从小被告知跟教导说，你被期望的角色是这样，所以他就内化了，然后刚刚讲自动说啊，我最好不要念这个科系，免得以后婚姻跟家庭不幸福。但这个是唯一的影响因素还是说生涯里头有各种选择的可能，甚至有好多是彼此需要沟通、协调、搭配等等的这些部分所以这4个问题，有老师想要先说什么吗？还是各位通常自己同学最好不要叫我说话。平常已经说太多了，然后能够不要说话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说不要说话也是蛮幸福的事情。不过今天这个到中午之前，我想还是会邀请大家，在这过程里头各位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我们都可以随时提出来讨论，好吗？不一定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才留一个时间请大家问问题我想整个过程里头，各位如果有任何想法，都可以随时提出来，都可以做一些意见的交换不一定是你自己你看到有没有学生如何看待这个部分还有我们自己的经验会不会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来告诉学生说当年我就是没怎么样所以今天才如何，如果我能够我就不会再继续去我的生涯选择就是被某一个角色给影响了就包含我对性别的认知所以原来我可以怎么样，结果我放弃这些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在不经意当中，我们跟学生做一些分享也会有可能产生影响所以刚刚各位我提到那个社会化，有没有？像刚刚我举那个例子的学生他对生涯的看法就是基本上符合社会所设定的性别组别的行为规范。女生要照顾家庭然后要承担比较多这个照顾的责任所以后面有一些研究也在谈到说，虽然现在很多双生恋家庭可是，在家务分工里头，男性做家事的时间其实增加的比例并没有非常多。这个有没有反映在座的老师们的生活现况？还是说老师我们家有新好男人？但是对新好男人这个 term 也有很多人提出质疑说，为什么叫新好男人？为什么他愿意做家事就叫新好男人？有新好女人吗？新好女人是怎样？不要做家事，是不是？我们给他阴阳反转一下，是不是？如果不做，那这样大家蛮乐于扮演新好女人，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有没有？就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可能也不见得是男生不愿意做，而是我们从小到大在成长的过程里头，有没有给予这样的机会？就社会化的过程里头，我们有没有鼓励他去尝试各种行为，包含当他一个人国小国中孩子他在家，然后他愿意自己做个午饭，煎个葱油饼。我们鼓不鼓励他这样做？当然安全因素要考虑，对不对？我们大家赞赏鼓励他，还是告诉他说不用了，叫你姐姐做就好了，或是叫你妈妈中午回来带个便当给你，有没有？这里面其实我刚刚提到，大部分其实就是社会上，所以即使都投注在工作上，可是对于那个角色的分工，是不是大部分时候我们还是会用性别这个因素有一些影响？那刚刚提到在成长的过程里头我们有没有就是赋予他更多元弹性的，可以去发挥自己的兴趣跟能力的这个机会？那当然最近有好多这几年有没有？因为阿基师还有很多那种型男主厨吴宝春，对不对？所以好像有一个职业的那个刻板印象比较被打破，是不是？就是跟烹饪厨师有关这些部分好多的美食节目的主持人等等。
包括前一阵子有个新闻报道说，很多美食节目主持人其实自己都不太会做，是吧？都是说的一口好菜，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化为实际的行动？所以这里所以男性的性别角色基本上跟个体的效能还有独立有关。就说所以刚刚讲他是不是有能力的人，我们会从他的成就跟能力来判断。所以对于这个刚刚提到跟传统他的性别角色分工比较不能一致的部分，我们用什么角度来看待？其实我们会鼓励他，其实是可以多去尝试，只要你乐在其中，或是你发现哇，当我去试了以后，发现其实我还可以做得蛮好。那一样的，女性的性别角色行为有没有人际温暖跟情感表达？所以刚刚说早期大家觉得哇，国小老师、幼稚园的老师，因为用这个来看嘛，有没有人际温暖比较多的情感表达的这个部分，对于年幼的孩子或学生，好像是比较适合。那事实上我相信很多男性原来也有这样的能力，只是在成长的过程里头没有被鼓励嘛，很那个情感表达的时候啦，会比较被认为说，男生好像跟情绪。这个基本上不太画上等号。男生应该是比较没有情绪表达的，所以不被鼓励等等。所以各位的学生有没有在班上？假设一个男学生，他的情感是比较丰沛的，比较勇于表达情绪感受。不舒服的时候，他会难过而哭泣。这时候各位老师会怎么反应？各位老师们会怎么反应？会关心他。很棒啊！会怎么关怀他？你怎么了？是吗？还是通常你怎么关怀他？问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我看你好像很难过的样子。很好啊！你把它跟资源连接，通常他会去哪？老师甚至于陪同他，要不要说老师陪你一起过去？所以很好如果我们的不分任何性别，其实我前面讲到不行为止，没有要引发性别的论战。基本上如果我们不是从性别来思考，而是你这个孩子、这个学生他到底怎么了？像刚刚这个老师提到说，我会问他原因怎么了？看起来你很难过。那或是甚至于如果觉得说他的情况一时间不能好转。也许会问他说，要不要老师陪你去辅导室等等。我相信一个孩子如果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头，他的情绪是被尊重跟关照的，那他就会成为一个刚柔并济的人。就是我有情绪是 OK 的，是可以被理解跟接纳，而不会是另外一种反应，可能是什么典型传统的反应。刚刚讲那个男学生在课堂上有一些情绪啦，然后啜泣有一些不舒服的这个感受的表达，各位想象传统典型的反应是什么？他上课就上课，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好哭的？男生要怎么样？坚强一点。有些在座男士应该小时候都听过这种话。男生要坚强一点，不要一点小事就在那边伤心难过嘛。这么小的事情，虽然他不知道怎么事。他就自己论断这个小事，不要因为小事就伤心难过，要勇敢坚强，知道吗？然后学生就怎样，还是哭得更大声。当然要看他的原因是什么那有可能大部分时候，也许他就知道说，老师的反应意味着这个行为不被接受，我最好赶快自制跟收敛所以这里头温暖跟这个情感表达的部分就比较不被鼓励所以各位，我想这个。非常熟悉了各位也都应该破了性别刻板的概念，只是原来我们内化的部分容不容易实践这是个问题就是我真的可以接受，还是当我看到男生有情绪的时候，我又开始焦虑起来，会担心说，哎呀，这样他会不会没有竞争力？因为你听过有些家长说，对了，老师，我是很想接纳他的情绪的，可是他这样以后出去会不会被人家欺负？或是会不会在职场上没什么竞争力？所以这里头反映出大家集体的焦虑有没有？还是认为男生应该有一个模子，女生应该有一个模子。但是如果大部分时候，像各位从教育的现场，我们从学校，然后再影响到家庭，我们普遍都可以用一个人性的观点来看，不管是哪一种性别的人，
它跟情感的关系的时候，我相信刚刚那个疑问的焦虑就可以大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各位后来也理解到嘛，性别平等教育法里头特别是关照不同的性别特质跟性倾向。如果他会因为这些东西而有不利的处境，那个不利的处境包含可能被霸凌，或者被骚扰，或者被欺负，那或是生涯选择上也遭遇到一些困境。所以性别平等教育法也提到，学校不能够怎么样依照性别去设限。你不能说现招男性，现招女性。那各位就说那为什么还是有那种传统明星学校有没有都收男生或收女生？所以当时性平法为了解套这件事，可能就会写说，如果受限于历史因素等等大家可以不再仔细。所以那些名校都100年以上都有历史了，是不是？受限于历史因素等等就还是没办法100%了但是各位看到有渐渐可能会有一些开放的这样的状况。虽然有少数学校还是单独只招男生不只招女生，或是过去有一些护理学校，像北部有一个护专嘛有几年前我们去做性平访视的时候，就问他们说，你们学校到目前为止还是都只招女生？那怎么去看说，如果男生对护理这个领域也有兴趣，现在应该不管哪种性别对护理有兴趣，大家都怎么样？那非常欢迎嘛，对不对？因为很辛苦，然后其实愿意投入的人也不见得是非常多那后来他们就说因为我们学校早期全部因为一直都收女生如果我们要再招收男性短时间之内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调整我们的硬体设备他说包含厕所啦宿舍的那个等等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但这里面各位就看到说，我们不用完全受限于这个性别跟他的生涯因为包含如果我们在这个像刚刚谈到就学或就业，各位都知道了，都不能这样做。当台面下有没有人这样做，我不知道但是你都不能再写限男性、限女性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跟生涯的关系所以怎么样打破一些社会上大家好像习以为常既定的、刻板的或是好像有点约定俗成的运作模式这个我想也是在谈性别跟生涯因素的时候，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很清楚前面就不用再解释但后面这里有没有刻板印象的存在，会不会对我们的学生，就是说我们在学校里头可以打破但他们去面对打工或是有一些职场的机会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刻板，也影响他的选择比如说某一些特定行业，他会不会比较希望比如说服务业比如说我们学生现在打工，可能很多都很喜欢到餐厅去当那个叫什么服务生之类的就是你会看到，甚至有些行业他特别强调他用那个女服务生去提供不一样的从外形的服装装扮吸引客人等等这到底有违性别平等就像早期在大学比较有那种什么礼仪大使，你们跟我听过那种礼仪大使？各位以前有些很年轻的伙伴念书的时候有当过就是各校几乎都有那种大型活动的时候，就去那个叫接待外宾。传统各位看到礼仪大使都会挑哪一种性别？女生，对不对？而且会不会有人是比较不利于被认为可以去扮演这样的角色？身高，对不对？甚至于体重等等昨天我在家跟我们家小孩晚上他看了一个叫什么康熙来了。康熙来了最后一段某一个我不讲那个人，某一个影星算是常常上节目的艺人，在跳舞，然后他穿了一个蓬蓬裙，然后有一个就是那种露肩的在跳舞，他很卖力，非常卖力。然后我们家小孩就说，他那么胖，这样跳很奇怪耶，因为旁边2个瘦子。然后我就跟他说，请不要歧视胖子。各位有没有？其实很多，然后无形中，因为媒体常常看到穿这样很露的都是哪一种身材的人？都是那种标准身材然后可能胸部也蛮大，然后这个腰也很细的人他旁边那2个也是，可是他中间，我跟他开玩笑说，请不要歧视胖子。然后接下来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他很有勇气？他很卖力，虽然主持人一直调侃他，所以这也是我们媒体常常。然后就说什么你刚刚那样子好像什么
他觉得他们就说他很像相扑选手，好，然后他某个动作，我觉得那应该会有运动伤害，他就高高这样然后坐下来，然后跌坐在地上。他说那个是一个他要展现那个力有没有，然后这样，然后脚再这样跨过来。我觉得要这样做真的很不容易。可是主持人会把它形容成说，他好像是相扑选手底下有个敌人，有没有？硬要把他制服啊，就类似有很多那种对话哈。可是后来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说，你有没有觉得他愿意这样子尝试，还蛮有勇气的？因为要突破别人对刻板的身材的看法。你就不要讲谁了，因为后面在录影。所以，这里面有没有？你会看孩子的有些观念，我们可以有机会跟他沟通，因为媒体常常都会说恐龙会很多不，就其实那不公平，没有人愿意自己这样哈。所以当一个身材比较壮硕的、稍微有一点肉的艺人，他很卖力。我说我看到是他在这个工作角色上，他很卖力的想要去表演。好，这个挑战更大。对于不会被身材所干扰的这个人，他要穿那个清凉的衣服，很轻盈的去表演，那是容易的事。好，可是对他来说，我相信那挑战更大。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觉得呢？他这样跳，你看起来，他说对啊，是他真的很卖力啊。那所以我觉得他后来就会，因为我跟他提到说，对那个胖这件事情，就像同才，有时候同学会取笑别人的身材，而且用过很不好听的词什么有没有？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机会教育说。对，其实他这样很辛苦哈，那这样跳我觉得更费力，比旁边那两个应该花了更多的力气，而且我看到是他好像一定要练习很多次才有办法这样子。所以我刚刚举这个例子就是无所不在的，如果有机会跟孩子对话，当然我没有立刻跟他说，你怎么这样不尊重别人？我就说，请不要嘲笑胖子哈，那他就会知道说，我在谈什么？我说那你看他跳这个舞觉得怎么样？他要练成这样，好像要花很多时间、力气等等哈。所以这里面我刚刚在讲的，比较是说我们那个刻板嘛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于一些生涯跟这个不同性别的角色中间哈，刚刚提到帮助我们的孩子去争取打工的机会，那可能是他初接触职场啊，虽然国小也许不一定会，但是高职阶段，有可能有些孩子高中职他会去打工，那开始接触到说职业世界里头，成人们怎么去看性别跟生涯之间的选择。好，那如果有经验可以回馈到课堂上，我们有机会去做一些讨论，好，会不会有更丰富的一些素材哈，可以帮助我们引导孩子去思考这些东西如何影响着自己的生涯选择，或是他从家庭生活里头带来的。父母告诉我，其实我只要怎么样就好了，或是我根本不想念那么多书啊，可是我爸妈就叫我一定要，因为他说我是男生。以后在那个职场里头，我一定要有成就，要赚钱，才能照顾家庭等等啊。那当然，成就的定义是什么？好，还有刚刚提到他如何适性发展啊。好，所以呢，其实有一些研究会看到说，打工的历程很早就开始有性别差异的现象。好，那比如说，那男性通常会被推出去比较早去打工的，有可能男生可能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一定10分平均平等的现象，有没有？男生通常很早就开始，这是国外的有一些研究。那当然在国内其实也是这样，而且他的工作时间可能比女生长。好，那当然男生会说这个你不公平比如说台风天要留下来加班，这时候会留谁？要外送。现在最好不要台风天叫外送，对不对？他说那个雇主其实这是一个很人性的考量，如果骑摩托车去外送，雇主会被罚。坐计程车可能还可以，如果就说你也休息问我，那当然就看，因为偏偏很多人很喜欢在这种天气，所以昨天新闻报道也在讲嘛，别人的小孩也是，别人的孩子也是孩子所以我们就同理心嘛，设身处地去想说，我不想出去那个淋雨然后可能被招牌砸到那我可能也不要让别人可能在这样的处境里头所以这里面其实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个差异在那甚至于是会根据性别的刻板印象指派工作，比如说在百货公司啊，男性跟女性，男生都在管那个要搬重物这样的一个工作，就像各位老师在教学现场，有没有？开学了要整理教室，要做什么搬东西，那各位会不会立刻就叫壮丁出来？对不对？壮跟丁一定连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无怪乎有些不壮的丁在学校里头，同学看他不顺眼。然后开始欺负他，说他
用很不好听的词哈。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打破这个刻板印象哈，不会立刻说装病，那而是谁要来帮老师哈处理这个课作业啊，这里头就是别不设限啊，就是你有兴趣你想要做你就来帮忙，好，否则就自动的我们已经用这个刻板来指派工作，在教室里头会不会这样？好，然后要做一些比较轻的工作，然后或是说要文书啦哈善导，我们就开始说就找女同学来。事实上也不见得每个女生都能把这些事情做好，啊，所以应该就是刚刚讲的，按照她的能力啊，所以这里面是职业世界里头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现象在啊，这个可以看到啊，比如说早期公车司机，几乎都是什么男性，对不对啊？那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台，我不知道云林的公车司机、台西客运什么那些，各位有看过女性驾驶吗？有吗？各位做过，有看过吗？台西客运有，是不是？好像有哈，那很不错哈。像我们孩子放眼会自动把公车司机想成什么？一定是男生。然后古时候有没有？我们小时候搭那个公车上学哈，在我娘家在苗栗哈，我记得那时候还有车长小姐这个工作，各位吗？各位如果没有，就表示你很年轻。所以昨天新闻也在谈说哈，未来20-30年的工作很多现在根本不存在。就像当年有些人小时候立定志向要当车长小姐，觉得很伟大，因为很威风啊。那时候还有月票，所以就觉得我在讲古，对不对？那时候月票有没有？然后每次上车他记一格，然后我都很羡慕车长小姐手上有那个应该就是个打洞机吧，对不对？可以剪一格哈。然后而且他事后想想，那时候小孩不知道这个，就觉得车长小姐为什么这么凶啊？那整台车它power很大，对不对？因为司机忙着开车，所以他可以管理整车的乘客。而放学时间几乎都是学生，所以他可以发号施令，叫你们要往里面走，或者不要怎么样，然后很威风的去捡那一格。所以我们以前小时候玩扮家家酒很喜欢做什么？也有点头的老师表示我们没有说你是谁啊，年段差不多的。然后小时候玩扮家家酒就很想要有一个打洞机，然后当车长小姐去捡那一格，有没有？所以各位发现孩子的那个职业印象可能从很小，就是说哇，那个是一个很为什么吸引我威风啊？然后呢，小朋友都要乖乖听他的话。我有一次在一个广播节目听到陶晶莹好像也曾经谈过说，小时候也觉得那个车长小姐有那个很威风，所以这个生活经验很重要啊。所以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到了高职，然后我脑海中觉得，那个职业很有限，有可能是探索跟接触的不是那么的足够哈。那当然长大以后开始觉得，终于了解他凭什么骂我们。好，应该是那个年代可能不一样，到现在这个年代服务业嘛哈。那当然车长小姐几乎都已经不存在了哈。那当时你会觉得说，哇，那个是一个好像让你，所以如果就像职业兴趣组合他，你为什么喜欢？不是喜欢那个打洞机而已，对不对？有可能是喜欢说，他可以管理，然后看起来很威风，别人都要听他的话。这背后所显现的价值观，可能是有可能我是喜欢管理的，我是喜欢别人听我的话的，假设是这样。所以你会有机会多讨论的时候，会看到那个职业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跟有吸引力的地方。可能不是只是孩子说某一个工作而已哈。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个案说，在諮商室里头，他说小时候，他那一次来谈，主要是要谈他跟老师的关系，讲到生涯选择，但是回顾到国小国中的历程。他说他国小国中一直到国中其实很害怕去上学，尤其国中原来是要谈大学的某些事情，然后回溯到那个生命经验。说怎么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全年级都在学校里，这跟性别有点关系。因为有同学在传说他是同性恋，然后隔壁班也知道，全年级都知道，然后全年级都排斥他们，听起来有点恐怖，对不对？这在现在应该不会发生才对。然后开始提到他的学习，他说因为他的学习成就不是那么 OK。然后有一次课堂上，老师问全班说你长大。